近日，陆叶集团新电影上映，票房累计突破30亿。Congratulations, Xu Yan, for getting an Oscar for the best screenplay. 5年前，也是世界上最有名气的编剧。而5年后，我为了嫁给周易，隐姓埋名，跟他一起创建了陆月影视。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可是，他却不在我身边。霍总，给陆月影视这么一家刚崛起的新公司投资100亿，是不是有点太多了？给陆月集团投资100亿确实有点多，但是给许岩投资100亿，不算什么。许岩是陆月影视那个小编剧，他可不是什么小编剧。当他在闪耀全世界的时候，我却还只能在台下仰慕他。总之，陆月影视这个投资项目，我们一定要谈成。明白。终于可以吃饭了。这个剧本要是拍得好的话，票房肯定能破30亿。徐总，不好了，你老公他出轨了。不可能，我和他结婚5年了，怎么可能呢？徐总是真的，就是陆总那个白月光柳诗月，什么演技都没有，把你的好剧本演烂就算了，现在还要来抢你老公。你看，柳诗月，阿言，这是我青梅竹马的发小柳诗月，是京城影视学院毕业的演员，正好啊，可以演你剧本里的女1号。徐总你好，我听说你和易哥哥刚创建了公司，我又是易哥哥的发小，我真心很想帮你们，请你让我加入你的公司吧。你不用这么客气的，既然你是周易的好朋友，那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你误会了，周易跟我说过，他只是把诗月当妹妹而已。可是他们俩都去酒店滚床单了，视频都传出来了，我发给你。这许燕，你还要不要脸？我跟诗月去酒店开房，是剧是戏的，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视频传的到处都是？可凭什么污蔑我俩的亲妹关系？周易，我没有污蔑他，我在公司里面写剧本，这个是你还在装？你不就是嫉妒我给诗月买了价值5000万的房吗？你想清楚啊！我们的公司在短短5年的时间做这么大，还不是因为诗月的演技出色？我作为老板，给他发一点奖励怎么了？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哦。就是我故意拍下来传的，看周易哥哥是信你还是信我。我没有污蔑他。许燕，你欺负诗月，你还有脸跟我生气？整天就知道争风吃醋，有那本事早把剧本写好了。要不是诗月的演技出色，就你这垃圾剧本，不死早活了。他的演技，他那一笑像哭似的眼睛，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你执意要让他这个拖后腿的当女1号，我的票房肯定能翻好几倍。周易哥哥，我为了演好戏，上次手都破皮了都没去医院，他还这样说我。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不演了。诗月，你不能走。国际最大的影视公司的霍总要向咱们投资100个亿，就是奔着你的演技来的。你要是走了，那投资就黄了。给诗月道歉。易哥哥，要不还是算了吧。当初要是没有许妍姐收留我，我也没有如今这个影后的身份。要不还是我道歉吧。错不在你，你看看诗月，再看看你，我要你向诗月道歉。
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总裁放在眼里？周易，不管是谁来投资，都不是因为看好他的演技，而是因为看好我的剧本。他把我剧本里一个霸道强势的女帝演得像个妓女一样，这叫演技好。他把我剧本里面一个不畏生死的女战士演成一个娇柔造作的千金大小姐，这叫演技好。雪妍，你够了！如果诗月演得不好，那么高的票房哪儿来的？自己的剧本垃圾，还要通过贬低诗月来抢功劳是吧？你不就是因为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没有给你送礼物而发脾气吗？这给你。是啊，许妍姐，周易哥哥对你已经够好了，你就别贪心不足了。你自己的垃圾，自己收好。许妍，你什么意思？诗月给你精心挑选的包，你发什么疯啊？柳诗月精挑细选的包，给自己挑了个500万的，给我挑了个非卖品是吗？许妍姐，你怎么能这样呢？这好歹也是易哥哥给你的一片心意啊！我看你是真的疯了，非卖品不更珍贵吗？诗月对你这么好心，你居然这么不知好歹！易哥哥，你还是别怪许妍姐了，她天天窝在公司里也不工作，肯定没见过什么世面，应该也分不清包的好坏。把包给我捡起来！你这种公司的蛀虫，没有资格拒绝诗月的好意。谁爱要谁要。既然觉得我是蛀虫，那我回家好了。站住！放你走了吗？你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我无理取闹？今天咱们结婚纪念日，你用夫妻共同财产给小三买一套房，却给我一个赠品，到底是咱们俩谁无理取闹？诗月现在是公司的顶梁柱，她这些年的付出，公司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现在更是为公司带来100亿的投资，我奖励她一套房怎么了？更何况这公司是我的，钱也是我挣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的钱，你别忘了这家公司是谁给你的钱成立的。老公，这张卡上有300万，是我大学期间写剧本攒下来的积蓄。既然你想创业，那就给你，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老婆，谢谢你，我周一发誓，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定不负你。要是负了你，叫我不得好死。许妍姐，你就别管公司是怎么成立的了，现在公司市值这么高，不全都是靠我和易哥哥忙前忙后的吗？我看你是和周易在酒店的床上忙前忙后。易哥哥，你看他在我面前还这样污蔑我。许妍，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周易，就因为我说了他一句，你就打我是吗？我打你是因为你没事找事儿。我早就说了，我跟诗月是清白的，你非要怀疑我俩在酒店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既然你对我连基础的信任都没有，离婚算了。易哥哥，你还是别和许妍姐离婚了。要是你们真离婚了，那我就真成了不检点的小三了。许妍，你看看诗月，这都什么时候了，她还在为你说话。怪不得诗月是红透大江南北的影后，而你呢，只是个屁用没有的废物。我是废物，如果没有我的剧本，就他这抠脚的演技，他会红？许妍，你能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你看看诗月，每天跑步、健身、美容保养，即便是受伤了也不离开片场。而你呢，每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连妆都懒得化。我看见你，我都觉得恶心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为了让角色更贴合柳诗月，天天熬夜改剧本，我哪有时间收拾自己？如果不是我，算了，周易，以后公司的事情不会再管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许妍，你给我回来！对了，你说的离婚，我同意了。长本事，你敢和我离婚？这辈子都比不上诗月！你离开这个办公室，你别想求着我回来！易哥哥，你真要离婚吗？他就装吧，他才舍不得跟我离婚。他离开我，他连饭都吃不起。更何况，我明天就能拿到你为我争取来100亿的投资，他更加舍不得我。
徐总，这么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王律师，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处理一下辞职和离婚这两个事儿。离婚？您和周毅先生是夫妻，离婚涉及到财产分割，所以明天还是先处理辞职的问题吧。好。以前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现在我只在乎在乎我的人。是，一会儿啊，你要好好表现。昨天给你买房子买包，花光了公司账上所有的钱。如果没有这个投资，公司就要倒闭了。我知道，这个霍氏影视公司是资产超万亿的庞然大物，给我们100亿根本不算什么。放心，我肯定能谈下来的。那就好。来，霍总、丽娜小姐，欢迎莅临我们公司。我的时间宝贵，直接谈合作吧。哦，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公司的金牌演员柳诗月。霍总你好，我擅长演各种戏，尤其是床戏。二位可能搞错了，我们霍总要洽谈的是贵公司的金牌编剧许妍小姐，所以这次投资合作，只有她才有资格和我们霍总谈。丽娜小姐，这许妍根本不是我们公司什么金牌编剧，她写的剧本都是垃圾，全凭我的演技。什么？二位应该是误会了，我们霍总投资100亿，是要向许妍小姐提前预定100个剧本的总额，也就是说一个剧本价格1亿，所以我们不和她谈，和谁谈？什么？一个剧本1个亿？好，好，好，我马上找许妍过来谈合作。霍总，你稍等。这100亿的投资，不找我这个漂亮的影后谈，偏去找许妍那个邋遢的丑女谈。可能这个霍总口味独特，不管怎么说，为了这100亿的投资，必须让他回来。许妍，不管你现在干什么，给我10分钟内滚回来，晚晚1秒，我直接开除你。哇！徐总编今天真是这么漂亮。这几天怎么没发现总编身材跟明星一样，气质也是绝佳啊！咱们周总真是好福气，娶了总编这么个百变的老婆。易哥哥，这许妍也太过分了！你明明跟他说让他10分钟过来，这都15分钟了还没来，而且连消息都不回。没事儿，等咱们拿到100亿的投资，就算他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他。原谅谁啊？你这么没有素质的吗？进别人办公室不知道敲门啊！你坐在我老公腿上，就显得你有素质。许妍，我让你10分钟到，你为什么半天才来？你还想不想在公司干了啊？哦，原来花时间去打扮了呀？你以为学视觉穿搭你就能变得跟他一样了？东施效颦。算了，我不跟他一般计较。霍总那边等了有一阵儿了，我们赶紧去谈投资的事情。既然诗月替你说话，那我就既往不咎。你现在去跟霍氏谈合作，公司账上没钱了。今天这个投资关乎着公司的生死，你最好不要给我掉链子。公司账上没钱了，都用来给他买房买包了。你不要把钱花那儿了。公司是咱们共同的公司，现在公司账上没钱了，你哪怕是去卖，你也把公司给救活。抱歉，公司的生死与我无关，因为我辞职不干了。这是辞职申请，签字儿吧。什么？辞职？许妍，你是不是有病啊？公司的资金链马上就断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给我撂挑子。许妍，不是我说你，你也太过分了吧？怎么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易哥哥只不过是说了你几句，你就拿辞职的事情来威胁他，你也太有心机了吧？许妍，你能不能不要闹了？这样闹下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啊？自己的私人情绪不要带到工作当中来。这里是公司，不是家里。你即使做不到像诗月这样大度，你也应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再说。昨天送你赠送包的事情，就当是我不对。这是500万，拿去花。你想要买什么包随便你，只要你别耍小性子就行。许妍，易哥哥给你台阶，就赶紧下了吧，免得到时候回不了头。
而且这个公司本来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建立的，这个投资就该你去谈。对啊，就算是为你自己，今天的投资也要由你来谈，这是你的责任。我的责任，这个公司是你的，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别墨迹，赶紧签字。许言，你真以为周总不敢让你走吗？这好的编剧有的是，而且以你的公司可以养活几十个编剧了。你不就是仗着一哥哥是你老公，所以在这儿肆无忌惮的用辞职来威胁他？你就不怕玩脱了，自讨苦吃？威胁他，他也配？易哥哥，我们不能再这样惯着他的臭毛病了，不然他还是会在公司里拿离职的事情威胁你的。可是霍总那边点名要他的剧本，一个可是1个亿啊！我这里有他写过的剧本，到时候我就说是我写的，我们一样能拿到投资。既然你执意和我离婚，那我就成全你。徐岩，希望你不要后悔。许言，易哥哥签字了吧？这就是无理取闹的下场。所以这女人啊，还是不能太作，不然会把自己的福气作没的。许燕，你现在给我道歉，求我原谅，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是离开了公司，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不需要，告辞。站住！还有事儿？今天还是你的上班日，你必须把今天的班上完才可以走。我以总裁的身份命令你参会，跟我一起去谈合作。随便你，我可以混完今天，反正也只剩6个小时而已了。徐岩，你还在这装腔作势呢？就算没有你，我还有诗月，以诗月的名气和魅力，什么样的合作谈不下？易哥哥，为了你和公司的未来，我一定会加油的。不像有的人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走吧。霍总，陆叶影是怎么回事？一个小公司竟然让你等这么久。无妨，可能是许愿有什么事耽误了吧，再等等。霍总，抱歉让你久等了。你好，好久不见。我们见过吗？我刚才都没资格跟霍少握手，他一个贱人，有什么资格握手？霍总，你想见徐总也见到了，不过这次投资金额巨大，我觉得他不太适合主持这次会议，要不然这次会议还是由我来主持吧。这位是你助理。你误会了，我可没有知3当3的主。许岩，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徐总，我一直守身如玉，你怎么能说我是小三呢？许岩，当着霍总的面，注意你的言辞。他既然不是徐总的助理，那他有什么资格主持这个会议？周总，请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这啊，霍总是这样的，徐总的很多剧本呢都是由我来策划的，他只负责撰写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剧本我都是了解的。对，咱们诗月不只是演员，还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对这个剧本的细节比较了解，所以啊，这次会议由诗月来主持。是的，霍总，这次我们给您出的这些剧本都很有卖点，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请坐。我们公司的剧曾经多次创下票房历史新纪录，而这一次我的剧本怎么回事？这个 PPT 怎么是空白的？接着说啊。诗月是策划，这个剧本是许岩写的，要不让许岩讲吧？柳小姐不是我全剧本的总策划吗？就算没有 PPT， 也可以讲吧。阿言，这就是你爱的男人，也不过如此。你们公司的策划也太不专业了。许言，你在这里太屈才了。我相信许妍小姐的能力，不用讲解了。这100亿，我直接投。
霍总，你签名。许言，霍总已经签字了，你就赶紧滚蛋吧！不止从公司滚蛋，还要从一哥哥身边滚蛋，好把位置腾给我。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公司已经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我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你辞职了？我相信许妍小姐的能力，不用讲解了。这100亿，我直接投。霍总，你签名。许言，霍总已经签字了，你就赶紧滚蛋吧！不止从公司滚蛋，还要从一哥哥身边滚蛋，好把位置腾给我。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了。公司已经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我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你辞职了？是的，霍总，我刚刚辞职。许言，你是失心疯了吗？以为霍总会在意你一个小小的编剧是否辞职吗？公司有那么多优秀的编剧，要是没有我优秀的演技，你的剧本不就是一堆垃圾吗？霍总，我先走一步了。等一下，既然许小姐要辞职的话，那我这100亿我就不投了。不，许言这个贱人，竟然把霍总给惹生气了。许言，今天什么场合？别给我使脸子！我命令你给诗月和霍总道歉。你要是破坏了今天的投资会，跟你没完！要是没有我的剧本，哪会有人给你们公司投资？还要让我给你的小情人道歉？他算个什么东西让我跟他道歉？做梦！好，许言，你要是敢走出去，我就和你离婚，我让你净身出户。关不下去了是吧，周一？你早就想跟我离婚了。不过没关系，我也想跟你离婚，咱们两个走着瞧。既然许小姐已经从贵公司离职的话，那这100亿也没有再投资的必要了。霍总，这事好商量。我们公司有很多优秀的编剧，他就是最差的那一个。外面100个编剧也比不上许妍这一个。霍总，你千万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呀！她就是个没见识的乡下土包子，她压根没那么厉害。无知，许妍，你现在可以接受我的邀请了吗？我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给你5%的股份。霍总，我好，许妍，你早就背着我在外面搞别的男人是吧？你不要脸！你不要脸！没事吧？一哥哥，你没事吧？许言，就算你攀上了霍总，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阿女，这就是你的教养。他不配你为他付出这么多。霍总，怎么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霍总，您给许言做的条件也太高了，其实他根本配不上的。我是怕您上当受骗。其实啊，没有我的演技的话，他那些东西根本没人看到。是啊，霍总，这个贱人，他根本就不值得你开100亿的薪酬聘请他呀。要是没有公司和我的话，这许言到现在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编剧而已。对，您太抬举他了。许言就是个小编剧，怎么值得霍总高价拉拢他？哦，我明白了，看来是他水性杨花，早就勾引了霍总，爬上了霍总的床，所以霍总才出天价去挖他。原来早就认识了霍总，却不向我引荐，我怎么收拾他？一哥哥，像霍总那种身份地位的人，根本就是想玩玩他罢了。等玩腻了，你可千万不要放过他，跟他离婚，然后让他净身出户。跟我说为了剧本没日没夜的加班，结果加班到野男人的床上去了是吧？那现在怎么办？拿不到霍总的投资，资金链会断裂的，那公司会破产的。现在最关键的是稳住霍总，重新拿到投资。哎，霍总的车，我们快拦住他！走。贱人，你果然勾搭上了霍总。心脏的人，他什么都是脏的。开车。贱人！贱人！我以前怎么瞎了眼，被鬼迷了心智？我这么一个水性杨花、吃里扒外的贱人，现在不仅给我头上戴绿帽子，还破坏我投资。一哥哥，都怪我不好，惹许妍姐生气了，不然她也不会破坏今天的投资。
要不还是我跟他道歉吧。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这不关你，都是他无理取闹，怎么能让你给他道歉？再说，你也是为了我好公司。许爷这个贱女人，当初要不是可怜她，让她进了公司，就凭她一个乡下土包子，配认识霍总。易哥哥，这许言他不仅不知好歹，还忘恩负义。这离婚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竟敢拿离婚威胁我，真是拙劣的手段！我会让他净身出户。离开了我，他就是一个乡下土包子，谁还会卖他几碗薄面？我要让他哭着求我。易哥哥，你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人家心疼你。宝贝，还是你最好。你是谁？谁允许你随意进我办公室的？喂，周先生您好，我受许小姐的委托，帮她处理离婚事务。这个是我按照许小姐的意愿草拟的离婚协议，请您过目。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落款处签字。易哥哥，怎么了？许爷这个贱人，便想分走我一半家产，他怎么配啊？简直是痴心妄想！你转告许爷，要离婚，他必须净身出户。这公司是我的，他一个乡下的土包子，因为跟了我，他享受到了荣华富贵，还妄想分我家产，门都没有。哼！这位是柳诗月，柳小姐吧？我的当事人将起诉你破坏他人家庭，并且要求你返还周毅先生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你花的每元钱。您可以随时找律师，咱们法庭上见。另外，周先生，如果您不同意离婚的话，许小姐一样会对您提起诉讼。什么？许爷这怎么改的？诗月可是明星，如果这事被媒体知道，他的演艺生涯就完了。许爷怎么这么恶毒？他是要毁了诗月。易哥哥，怎么办啊？我是艺人，不能有黑料的，而且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爱你了。你放心，我不会让许爷伤害你的。我已经替我的委托人表达了意愿，这个是我的名片。若两位改变主意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告辞。周总，咱们的账户没有钱了，这3天后就要发工资了。急什么？不是还有3天时间吗？我一定会拉到投资的。喂，陈总，我是陆月影视的周毅。喂，喂，王总，我是那个。喂，李总，我是陆月影视的。喂，王总，我是。喂，李总。喂，王总，我是。喂，王总，我是那个。怎么许爷辞职以后，他们都不跟我合作了呀？周总，您找我们？你们都是公司优秀的编剧，谁手上有剧本，只要能拉来影视投资，马上给他升职加薪。周总，这投资商看上的都是金牌编剧的作品，霍氏集团的眼光更是出了名的独到，我们做不到啊。是啊，若是一般的小投资，给我们3个月倒也可以。就是呀。3个月，公司的资金链就要断了，桃花菜都凉了。可是只有许言总没有这个能力，他辞职了，我们言，谁不知道他是靠易哥哥才坐上总编的位置？不过就是废物一个。总编可是国内顶尖的编剧，放屁！你们是收了许言什么好处啊？让你们这么维护他，一群饭桶，公司要你们有什么用啊？这拉投资本来就是商务的事情，更何况之前投资商看上的都是许总编的作品。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在公司都是吃干饭的吗？我看你们就是和许言联合起来，一起坑易哥哥的。还易哥哥，真是恶心！知3当3的东西。周总也是眼瞎，放着总编那么优秀的女人不要，竟然跟你搞在一起，放肆！谁给你们胆子这么跟我说话的？我可是公司未来的老板娘，真不要脸！晚了天了，公司给你们一口饭吃，你们竟然联合许言那个贱人欺负诗月，小心你们的饭碗不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不干了！哼，就这破公司，要不是能跟着总编学的东西，谁给你待呀？领导跟脑残一样。不干就滚！我们有钱，还怕找不到编剧吗？外面好的编剧有的是。
切，这破公司要没有徐总编，早就倒闭了，还一个个把自己真当回事儿啊！我也不干了，我们也不干了。滚，都滚！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既然许小姐已经离职了，那可以来我这里做编剧了吧？谢谢霍总的厚爱，不过这一次我可能要拒绝你了。为什么？如果是薪酬问题的话，我可以再加。不是的，我想干一番自己的事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一个垃圾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那很好啊，那我有幸可以成为许小姐的投资人吗？当然。对了，许小姐，下次找老公的话，可要擦亮眼睛了。我可以给你介绍，毛遂自荐。哇，霍总，您这么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给我当红娘呢？不过我现在没有这个打算，更何况我还没离婚呢。我可以等你。什么？没什么。辛苦了。徐女士都办完了。许岩，你怎么这么恶毒？你是要毁了我跟诗月吗？你是疯狗吗？到处乱咬人。收起你那拙劣的小把戏吧！啊，你要是现在回公司干活，再向诗月道歉，我还可以原谅你。许言，我知道你生我的气，可我是个艺人，要是有黑料的话，我这辈子就毁了。你们两个是疯了吗？我已经离职了，而且为什么要向个小三儿道歉？虽然我知道你直肠通脑子，但是你也不至于满脑子都是屎。这么迫不及待把婚戒摘了，做戏给谁看呢？许言，耍小脾气也要有个度。公司的钱是我挣的，起诉诗月干嘛？你是法王吗？这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原配有权利追回。许言，诗月是艺人，你要是这么起诉他，就是毁了他。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现在怎么这么恶毒？周总，我想你误会了，不是我要毁了他，而是他自作孽不可活。许言，你说要怎么做才可以不起诉诗月？只要你说，我就照办。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话，我可以放弃起诉柳诗月。真的吗？真的，只要你同意离婚，家产分我一半，另外归还你给他买的那套房子，折现一半归我。不可能，你做梦！哦，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等着吃官司吧。还有你这蹩脚演技的影后小姐，你就等着塌房吧。一哥哥，我害怕。对了，你们两个出轨的事情要是上了热搜，公司的股票肯定会大跌，公司的资金链本来就断，不但会融资失败，甚至还会直接破产。许言，你真要做这么绝吗？你出轨的那一天就应该想到会有今日。许言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别怪一哥哥了。这样，你打我好不好？只要你能解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爱一哥哥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有这种要求。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满足你好了。是。许言，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离开我你会后悔的。那就拭目以待。一哥哥，我没事，只要许言姐姐能消气，她想怎么打我都行。柳诗月，你这个时候的演技可比你拍戏的时候好多了。许言，你有气你可以朝我来，你欺负诗月做什么？哎呦，好深情呀，我好羡慕呀。既然这样的话，你就答应我的条件呀。怎么，为了你心爱的女人都不能牺牲一下你自己？如果我起诉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诗月是影后，她拍的每部剧都会大爆，这点钱迟早会赚回来。好，我答应你，现金给你一半，那套房折现一半，但你必须撤诉。看来你还是爱他的，那就签字。许言，我等着你哭着求我的呢。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另外，祝两位婊子配狗天长地久。霍总，那咱们这个项目，
哎，那个，帮我准备份礼物，要贵重一点的，送给许小姐，祝她重获新生。再给老太太打个电话，跟她说她有孙媳妇儿，让她看着安排吧。是。这婚礼在哪举办比较好呢？哦，对了，你再给我安排一个高定的婚纱摄影公司。霍总，咱们不是在说投资许小姐公司的事情吗？哦，都一样，你看着安排吧。还有什么问题吗？哎，没事，我去安排。是我自己没睡醒，还是霍总终于铁树开花了？疼。啊，对了，礼物安排好的话，直接给我，我亲自去送。好的，霍总。诗月，你说的那个延续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这是一个导演跟我说的。延续是金字塔顶尖的编剧，他好多本子都卖到了好莱坞，而且年纪轻轻又获得了奥斯卡编剧奖。听说他最近刚和上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很多人都在挖他。我可是跟那个导演磨了好久，他才愿意把这个大佬地址透露给我。诗月，谢谢你。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只要我们能挖到这位大佬，霍总肯定为我们公司重新注资的。都怪那该死的许岩，为了折现给他，我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老公，我会陪你一起度过难关的。许岩他只是爱你的钱，而我不一样，我爱的是你的人。许岩他就是个婊子，给我家宝贝诗月皮鞋都不配。那你说他住这么豪华的别墅，看来这个延续真是赚到了不少钱，我们公司有救了。等我们拉到投资，就狠狠打许岩那个贱人的脸。到时候他别哭着求咱，走吧。走。怎么是你？怎么是你？延续呢？许岩，你怎么在延续家里？跟你有关系吗？你家住太平洋，管这么宽，这么爱多管闲事儿。江下来的就是粗鄙，什么恶心的话都能从你嘴里说出来。那也比你满嘴喷粪的强。你们这是私闯民宅。哦，我知道了，许岩，你破坏了我们公司的投资，又撺掇着编剧离职，现在又跑到延续的家里，你是想冒充他吧？许岩，我知道一哥哥跟你离婚，你心里有气，嫉妒我抢了你的心上人。不过一码归一码，你别公报私仇，阻止公司的投资，又不让我们去找延续，让我们挽回公司的损失吧。许岩，我可以向你道歉，但你不能这样对易哥哥。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要是没有易哥哥，你现在还是个乡下的土包子。所以请你看在易哥哥跟你好过的份上，你就不要再捣乱了。跟你道歉行吧？志远，不用跟这个贱人道歉，要道歉也是他跟你道歉。许燕，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啊！一个废物也敢冒充延续，你等着被封杀吧你！另外，我要起诉你，蓄意破坏我们公司的投资。随便你，跟我的律师说就好了。你个乡下佬还有律师呢？我看不知道从哪请的群眼吧。信不信随你。对了，你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来到我的家里，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还有，我就是延续，我是绝对不会帮你们的。至于你说要封杀我，你们有这个本事？你家就你许岩也配住这么高大的别墅，让人说梦啊！我现在就拆穿你这个说谎精的谎言。延续先生，延续先生，您在家吗？怎么是你？怎么是你？霍总，您怎么来了？您也是来找延续先生的？是啊，延续先生就是他。霍总，请坐。难道许岩真的是延续？易哥哥，别被他给骗了！你跟他结婚5年，他怎么可能是得过奥斯卡的延续呢？对呀，我差点被他给骗了。这里呀，肯定是霍总家，他怎么可能住得起这么高大的别墅？霍总，这个许岩就是个骗子，他根本就不是得过奥斯卡的延续老师。这个房子肯定是您家吧？这里是阿岩家，不是我家。什么？这是许岩的家？他叫我什么？
阿言，两位，你们是自己离开呢，还是等着我报警？私闯民宅可是犯法的哦。我们找错了，那德国奥斯卡的延续到底在哪里啊？易哥哥，你别急，我帮你打听一下。这里是100亿，给你新工资的投资。这么多啊！谢谢霍总的支持，但是区区100亿而已，这不算什么。你技术入股，占公司51%的股份，有1票否决权，我占49%。既然这样，你放心，这笔投资绝对让你赚钱。亏了也没关系。哦，对了，阿爷，祝你收获新生。霍总，你为什么要叫我阿言啊？难道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你小时候还说要嫁给我呢。小哭包是你呀！我不是没有孩子。别哭了，这不是小哭包了，就是你的人已经被我带跑了。谢谢你，那我以后每天都跟着你，你能保护我可以吗？好啊，以后我罩着你。是我。哎呀，你小子现在混得这么好！其实呢，我是霍家的人，小时候走丢了。你上学的时候，刚好霍家的人来找我，把我接走了。这一走，就错过了你这么多年。真是恭喜你啊！哦，对了，明天呢，家里有个宴会，我缺了个舞伴，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霍总，你这么帅又有钱，怎么还会缺舞伴啊？这都不是重点，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你正好要开公司，我可以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那明天见，霍总。还叫我霍总啊？那我叫你小哭包。行，那就明天见了，阿言。到时候我让司机来接你。明天我就要娶你为妻，实现儿时的愿望了。易哥哥，我有延续大神的消息了。他人呢？我听说他明晚会出席霍家的宴会。霍家，也就是霍景云他们家宴。对，这就是另一个重要的点。霍总就是霍家唯一的继承人。世纪首富，古老世家，他们的家宴，可这邀请函……我动用了点关系，找到了2张邀请函。真的吗？石月，你太厉害了！还好有你，你比那个许言强10000倍。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豪门吗？一个宴会居然这么大排场！听说这次宴会，霍家的人要给霍总介绍一个对象，可惜啊，咱们只有2张邀请函，否则代言公司的艺人过来，让霍总看上，咱们就发达了。这不是还有我吗？要是能搭上霍总，还要你做什么？不过我听说，最重要的是，霍家这次会向各界名流介绍一位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才是霍家举办这次宴会的最主要目的。原来如此啊，石月，太谢谢你了，还好有你，不然公司真的破产了。等度过这次难关呀，我们就领证，我要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到时候啊，把许言那个贱人狠狠地踩在脚下，让他呀道歉。谢谢你，易哥哥，你对我最好了。那是霍总的车。我早就听说霍总会来的比较早，我们再去找他谈一下投资的事情。没有许言，也许这次我们会成功。走，我们去迎接他。许爷这贱人怎么从后座车上下来了？凭什么？我知道了，咱们认错车了。许言啊，对我余情未了，追我追到了这里，还真是恬不知耻啊！我就说，他怎么可能做霍总的专家？易哥哥，我们不能让他进去，不然我怕他又会打扰我们的计划。你说的对。
站住！许言，你居然跟踪我，你还真是不要脸！就是啊，许言，你不要再纠缠易哥哥了，你们已经离婚了。赶紧滚，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我对你纠缠，我听过裹小脚的，头一次见要裹小脑的。你没事多喝点六个核桃吧你。许言，你就嘴硬吧，都跟我跟到这里，你还嘴硬啊？还租了一辆豪车。我劝你啊，别太挥霍，别刚刚离婚啊就要过上讨饭的日子了。就是，别到时候我们给你几百块钱也无济于事。这做人啊，还是不要了，打肿脸充胖子。差不多得了，我不是来找他的。好狗不挡道，让开。许言，你是要诚心和我作对是吗？许言，你还是赶紧走吧，别在这儿丢易哥哥的脸了。你这一身行头，租一天应该不少钱吧？赶紧还回去吧。赶紧滚啊，不然别怪我对您不客气，让安保人员把你给丢出去。哦，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把我丢出去，还是把我请进去？就凭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可笑。看那边。韦小姐，霍子让我来接你。什么？你说来接他？什么？你说你来接他？是。你没弄错吧？霍总怎么会让你接一个乡下的土包子？不用理他们，就是两条疯狗。你说什么？怎么听不懂人话呀？徐小姐，这边请。这怎么可能？我知道了，肯定是许言爬上了霍总的床。这男人嘛，总是经不起诱惑。贱人，臭婊子，他就是个贱人，怎么能得到霍总青睐？易哥哥，你别急，这也许是咱们的好机会。不是说霍家要在这次宴会上给霍总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吗？这许言他不过是个乡下的土包子，又离过婚，这要是让霍老夫人知道了，那许言的下场会很惨。霍老夫人肯定不会让许言这种贱人毁了霍总，到时候我们向老夫人揭发，就会得到老夫人的赏识。到时候啊，我们想要投资，那不是手到擒来吗？走，咱们现在就向老夫人揭发许言。许言，你完蛋！天哪，霍总身边的女人是谁？哎呀，这可是霍总第一次带女伴出席活动啊！我听内部消息说，霍老夫人这一次举办这个宴会，就是为了宣布霍总定下婚约的这个事情。莫非是他的未婚妻？怎么可能？我们家和霍家可是世交，我从来没听说过锦瑜哥哥有什么未婚妻。就是，相信在场的各位都是凑霍总而来的吧？我去看看奶奶好了没有，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有任何事情记得给我发消息。徐编剧，听说您从陆月影视离职了，是否考虑一下我们公司啊？徐小姐，我们出双倍的薪资，您看怎么样？易哥哥，许言在那儿。走。哎，许言，你个贱人，一个我不要的破鞋，竟然敢勾引霍总！幸好我们及时发现，要不然还真让你给得逞了。许言，我和易哥哥也是为了你好，你费尽心思和他结婚，又分走他一半财产，如今故技重施，欺骗霍总，欺骗霍总的代价可是很大的。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吧。两条疯狗！大家都不知道吧？这个女人只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她当初骗取了我的信任，和我成了婚。后来她又勾搭上了霍总，又和我离了婚，骗走了我一半的家产。什么？这样品行低劣的人竟敢骗霍总，真是不知死活！现在有些女人啊，仗着有几分姿色，到处掉金龟婿。贱人，凭他也敢幻想霍总？胡说八道！许编剧曾经一个剧本都卖到10个亿的天价，再加上票房分红，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低微的身价？莫非他就是金字塔编剧严旭？那是当然。
大家可能听说了，霍总曾经投资一个不知名小公司100亿的事情。你们可知道霍总投资的是谁？正是这位许编剧。我觉得有道理。原来如此，就说霍总怎么会突然带个女伴来？怎么可能？许岩就是个小编剧，要是没有公司和我的演技，他根本什么都不是。哎，怎么回事？这不是面瘫女王吗？演戏只会干瞪眼那位。哎，我看他长得和上一部剧又不一样了。笑死！我家狗演技都比他强，真是大言不惭。你们许岩，是不是你撺掇这些人说我的坏话？你没事儿吧？我堂堂邻家大小姐能被谁撺掇？就是。各位，听我说，你们都被许岩给骗了。我是许岩的前夫，我最了解他，他根本就不是延续，他是个骗子。我今天来，就是要帮助霍总揭穿这个贱人的谎言。放开他！不是说有事让你不发消息吗？他打你了吗？霍总，是这样的，许岩这个贱人，他就是个骗子，他接近你就是为了你的钱。哦，他骗我什么？第一，他根本就不是延续大神，他是在冒充延续。是啊，霍总，他根本就不是延续，不然他早在一哥哥面前邀功了。而且一哥哥和他结婚5年，根本不知道他得过什么奥斯卡奖。看来你前夫一点都不了解你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来了解小三儿，哪有时间了解我呀？周一，你真是有眼无珠，愚蠢的无可救药。延续的名字倒过来是什么？难道你还不清楚吗？延续，许岩，他这不可能。周一，你真是眼瞎，放这个明珠你不要，非要捡一个垃圾。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眼瞎。什么？那你的第二点是什么？第二就是他勾引您，就是为了钱。和你结婚以后，打算骗你钱。你要跟我结婚？你别听这个疯狗乱叫。我有钱。什么？我说我有钱，我有很多很多钱，你可以随便骗我。你愿意跟我结婚吗？你别闹了。周一，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你遗弃的这个宝贝到底是有多么的优秀，而你多么的愚蠢。许岩，去上台给大家讲一讲你的新剧本吧。大家好，我是许岩，也是延续。我的新公司锦言影视刚刚成立，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公司第一个新项目。这项目好，我要投。这创意好啊，绝对票房大卖，我也要投。还得是许大编剧啊，许岩出品必是精品。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剧本吗？你们这么捧许岩干嘛？傻逼，不懂别开口。周一，这就是你错过的优秀的妻子。许岩，你他妈玩我是不是？你是延续，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看着公司破产很开心是不是？哎，你发疯够了吗？贱人，你果然是故意的。你即便是做这些，我也不会回心转意的。十月比你好100倍。霍老夫人，我告诉你，这个许岩他勾引霍总，就是个破鞋，他离过婚的。老夫人，你可千万不能放过这个心思不正的女人。现在霍总已经被迷惑了，像霍总这样高高在上的人，人生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污点啊！对啊，你千万不能让霍总娶她。来人，把这俩疯子丢出去！对，快把许岩这个贱人丢出去！许岩，我看你治下的京韩还怎么混下去？你们抓我干嘛？这许岩在这儿呢。我们霍家选人向来只看重人品，别的我们霍家不缺。霍家的后代更不需要联姻，巩固地位。我这番话肯定帅呆了。那死小子30了，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只要他喜欢的不是个男人，是谁都行。慢着，霍总，你是不是终于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让你见识了，你弄丢的有多么的优秀，还没让你见识一下你捡来的有多么的垃圾。
知名演员柳诗月被曝曾去泰国变性，还与多名男性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贱人，你敢骗我？原来你是个恶心的死人妖！窝囊废！你当时是老娘的时候可不是这个嘴脸，老子本以为你有钱，没想到现在破产了，真是废物一个！贱人，你去死吧！老婆，老婆，我错了，我知道你还爱我，咱们复婚吧。周易，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普通又这么自信？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是这贱人骗我的，老婆，你就原谅我吧。你不是真的知道错了，而是你知道没有我，你将会一无所有。柳诗月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们是相爱的吗？他是爱你的人，即使公司破产了，你们可以一起努力，至少不会饿死。不，老婆，不，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不爱他了。雪烟，我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呢？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既然你想要我死，你别想好过，咱们一起死！来，带走！没事吧，阿姨？是我不好，激怒了他。他本来就是条疯狗，到处乱咬人，和你没关系。我应该谢谢你，是你维护了我。霍总、许小姐，他们两个在外面互相捅了对方10几刀，已经双双身亡了。怎么，心疼了？我只是觉得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们。不过，我也应该向前看了。对，未来呢，不只有美好的前景，还有对的人。